這就是我們今天的主角，來自李寧的伽馬2，依舊是全掌的 GCU 外底加上中底的鈦合金。不同于上一代的是，这一代的鞋垫用了这样一副有一定厚度且在前掌做了大面积凸起的超笨鞋垫，在鞋垫的两面都有不少用来增加摩擦力的细小顆粒，而这一个首发配色的鞋面材质也跟上一代很不一样。这种自带电鍍质感的鞋面真的特别帅，但是好像后面大部分配色的鞋面都会使用更像一代身上的那种普通角棕鞋面，这种特殊质感的鞋面好像只会在少部分特殊版本的配色身上才会使用。当然我也只是听说不知道是不是真是这样。如果真就是这样那多少還是會有點可惜。這個鞋面材質我是真的特別喜歡，質感超棒。而這一雙鞋我拿到手的第一感覺就是會比一代更加扎實，不管是鞋面的強度還是後跟處的設計，就光是看着就明顯比一代更加可靠。但是重量反而會比一代更加輕質，上一代的重量已經是非常頂了，而這一代居然在肉眼可見的加強之後進一步提升了重量表現，單支42碼的重量僅僅只有280克左右，這個重量放在整一個籃球鞋歷史上都是已經非常頂尖的存在了，已經可以跟元年的科比8以及 Crazy Light 平起平坐了。當時的兩大巨頭在重量上槓上了，不過受當時的技術所限，重量確實是下來了，但是他們倆都沒能擁有夠用的鞋面壽命。而在10幾年後的今天，我們的國產品牌李寧成功做出了一雙集重量、強度、性能於一身的頂級實戰籃球鞋，就是我手上的這雙伽馬2。那如果你對這一雙鞋感興趣，那就跟着當子的節奏一起來深度了解一下這一雙李寧的伽馬2，這雙在實戰體驗上斷檔領先其他所有鞋款的性能怪獸。伽馬2這一雙鞋我會把它推薦給所有預算充足的外線球員。當然一定也有不少的兄弟可能跟這一雙鞋並不適配。首先就是腳型，這一次伽馬2所使用的鞋楦會比一代稍微寬一點點，但是因為二代的鞋面延展性明顯比不上一代，所以雖然鞋楦確實是寬了一些，但是對於腳型的適配依舊不會有太大的變化，只能說寬的有限，窄腳肯定沒問題，但是寬腳我依舊不推薦。而至於正常腳型的兄弟，我依舊還是建議試穿。如果二代找不到地方試穿的，那可以買一雙一代回來。如果只是前掌稍微有一點點夾，那二代應該就可以完美適配。只要腳型能夠適配那你就能在這一雙鞋身上得到頂級的鞋腳一體性。穿上鞋，拉緊鞋帶，雙腳在鞋內幾乎不會有任何的多餘空間。但是腳趾在鞋內的空間很足，不是那種完全死緊的包裹體驗，它的包裹緊緻卻有不失舒適性。雖然確實會有一點點輕微的鞋帶勒腳的感覺但是其他方面的舒適度都無可挑剔。而在動態情況下，它的表現也同樣無懈可擊。在變向的時候，雙腳在鞋內不會出現任何位移，在急停急起的時候也完全不會有頂腳趾或者是掉跟的情況出現。而且在做一些大幅度變向動作的時候，你能明顯感覺到腳底下的這種爽脆感。在大力側蹬的時候，鞋面能夠很好的兜住我們的雙腳，外底也能夠牢牢的抓住地面，這兩項是相輔相成的。GCU 的外底橡膠所提供給我們的止滑效果非常頂，配合上全掌的人字紋紋路，不管往哪個方向移動都不會出現多餘的滑動，可以算得上是指哪打哪 T0 級別的體驗。耐用性的話，我覺得跟上一代相比沒什麼太大變化，反正只要是用來打室內那肯定夠用。我相信應該也不會有太多人選擇伽馬去打外場吧。反正我肯定是捨不得的。而至於它的鞋面，我覺得是二代相比一代提升最大的一個地方。首先，鞋面的強度更高了，延展性更低的鞋面能夠提供給我們更加出色的側向支撐，配合上它前掌這一塊硬質板材，不管做什麼動作，鞋面都能表現得游刃有餘，它都能很好的兜住我們的雙腳。而我對一代最大的不滿就是後跟處的支撐。這一點在二代身上也完美解決了。這一個跟科比5代造型幾乎相同的後跟 TPU 能夠很好的鎖住我們的後跟，並且時刻都能提供給我們出色的支撐力度。不管是在防守受到對抗時，還是在做一些比較大幅度轉身動作的時候，它的後跟支撐都不會掉鏈子，能讓我們在實戰的時候更加從容、更加安心的去做動作。而且它這一塊後跟的硬質板材將後跟的中底緩震材料也進行了包圍，非常好的限制住了
後跟緩震材料的形變空間。我在穿1代打球的時候，总感覺它的後跟會有點過於彈了，有點晃，它總給我一種腳底下不是特別踏實的感覺。而2代的中底完美解決了這一個問題，在保持後跟靈活性的同時，大幅加強了後跟的穩定。在穿它打球的這一段時間裡面不管做什麼動作都特別踏實，特別安心。如果你穿伽馬1代打球的時候也有跟我相似的顧慮那這一次的伽馬2一定會讓你滿意。當然，除了在後跟穩定性方面的提升之外，在其他方面它的表現也依舊非常出色。首先，最大的一個體感上的变化就是它的鞋墊，這一次是完全不沾襪子了。像我拍攝素材當天穿的是野草鹰的 Quick 系列籃球襪，穿過這一雙襪子的兄弟們應該也都知道，它的材質是偏軟的。如果是伽馬1代在穿這一雙襪子的情況下，一定沒辦法順利穿進鞋子。但是伽馬2絲滑，完全沒有任何阻力，完全不挑襪子。而它鞋墊上這一個前掌的巨大凸起，我在開箱的时候猜測是李寧想通過結構上的設計來給我們營造一些體感上的不同，給我們營造一些氣墊感。但是在實際體驗下來，很遺憾，沒有任何體感上的变化。中底給我的感覺依舊跟其他搭載碳核心的籃球鞋沒什麼特別明顯的區別。當然，這也說明了它的這一副較厚的鞋墊並沒有破壞球鞋的一體性。但是與此同時，它也並沒有給到我們區別於1代那種傳統一體式中底籃球鞋的前掌腳感或者是前掌反饋。對於這一次它在鞋墊方面的這一個結構設計我會有一點點失望。但是不可否認的是，它的中底表現依舊是现有以超临界材質作為中底緩震材料的籃球鞋當中處於金字塔尖的。中底的重心十分貼地，但是超泵鞋墊的加入讓它在貼地的同時卻不失腳感，並且反應性表現也十分出色。在發力蹬地的時候，腳底下的反饋非常乾脆，非常直接。而前掌這一塊加厚的超泵則讓它擁有了更好的前掌緩震，即使是在實戰的過程中大量使用前掌蹬地，也不會出現發力點位置處的不適。配合上它止滑效果極為拔群的外底，在做一些挖步動作的时候，真的超爽。這種爽脆感真的只可意會，不可言傳。只有你真的穿上它去打球的時候，才能懂我意思。當然能有如此出色的蹬身感受，中底的碳核心也功不可没。虽然它的中底碳板所带給我們的這種推進感確實比不上潔碧系列來的那麼的澎湃，但是駕馭門檻也是實打實的降低了不少。即使是第一次穿，也完全不會有絆腳的感覺。而且它的前掌彎折也特別輕鬆，不管是在做變向還是在做一些切入動作的時候，它的前掌都能很好的貼合住我們的雙腳，中底不會有特別明顯的阻力，就算是小體重的球員也能輕鬆駕馭。而當我們在發力蹬地的時候，它也確實能夠實打實的給到我們明顯的前掌推進，再配合上它比較激進的弧形外底以及絲滑的中底過渡，不管是跑還是跳，體驗都十分拔群。穿上這一雙鞋之後我明顯感覺到腳底下更加迅捷了，跑跳的時候腳底下也更加輕盈了，甚至好像都能跳得更高了。对于運動表現的加成非常明顯。那這一雙鞋就真的這麼好，沒有任何的缺點嗎？沒錯，除了貴之外，它真的就沒有任何缺點，起碼在我這裡它就是這樣。當然，在極少數的情況下，它後半段的鞋墊會在鞋內出現一點點輕微的滑動，這可能就是我在這一雙鞋身上能夠找到的唯一的一個細小問題。可能我們在買了這一雙鞋之後得給它的鞋墊擦點背膠，或者是其他一些止滑的東西。當然它的鞋墊原來就做了防滑處理，鞋墊背部是帶一點粘性的。那如果後續配色能再更粘一點的話，那就更好了。OK， 這就是我對這一雙伽馬2代的實戰體驗。它就是我從做球鞋測評開始我穿到過最好的，或者說是最適合我的籃球鞋。伽馬2代亞當球鞋主觀評級 S+，如果滿分100分，我會給到它99分。99分不代表它在我這裡就拿不到100分這一個滿分的表現，而是我對於李寧這一個品牌，或者是對於我們所有的國產品牌的一種期望。現在大家都會問你穿過某某品牌的籃球鞋當中，你覺得哪一雙最好穿？如果你想知道我穿過的國產品牌当中哪一雙是最好穿的，那我回答一定是下一雙。那伽馬2究竟會更加適合哪種類型的球員去進行選擇呢？我的回答是，只要你的預算夠，只要你想提升賽場表現，那你就可以去選擇它。它就是现如今能夠在市面上買到的最出色的市售版籃球鞋。那我相信有不少兄弟都想知道這一次的伽馬2代它會不會破发，價格會不會往下掉呢？那如果單論它的實戰性能，
它絕對對得起它1199的發售價，甚至我加價2300買的，我都覺得完全好像不是特別虧嘛。當然，加價購買我肯定不推薦。而二級市場上的價格其實跟它的貨量是緊密掛鈎的，如果貨量超級大，那對於我們來說肯定是好消息，價格肯定會往下掉。但是如果它的貨量只是比一代稍微多一些的話，那将來它的價格也一定會長時間處於溢價狀態。OK， 這就是本期視頻的全部內容了。再次感謝大家觀看本期的洋洋球鞋，那我們下期視頻再見，大家有空來做 ，Peace。